目前，陆军装备的460辆 M60A3 主战坦克正接近其设计寿命的终结，预计将在今年底退役。为提升战车性能，军方已向制造商订购了超过400个同型号的引擎，并计划对射击控制系统进行升级。根据军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提供了一项新方案，允许为 M60A3 战车更换更强大的引擎，每个新引擎将增加300匹马力，以满足未来作战和战备需求。现役的 M60A3 战车使用的是750匹马力的 AVBS 17902C 引擎，但由于该引擎已经出现供应问题，并且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装甲保护和作战性能需求，军方最初计划重新启动生产线，向制造商订购400多台相同型号的引擎，预计在2023至2028年间交付。然而，美国制造商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推荐使用现今在 M882 重型装甲救援车上使用的 S17908CR 引擎。这款新引擎在尺寸和外观上与现有引擎相似，但提供高达1050匹马力，比现有引擎多出300匹马力。制造商认为，这将有效解决装甲保护增重所带来的问题，增强越野性能和行进间射击的稳定性。经过评估后，军方决定采纳这一新方案，在不增加预算的前提下，将原定购买的400多个引擎数量增加到460个，以确保所有 M60A3 战车都能进行引擎升级，以适应未来战场需求。此外，陆军司令部在其 Facebook 页面上展示了586旅装甲3营的训练成果。3营近期进行了实弹射击测试，官兵们结合战术进行排队火力和分散射击，充分展现了装甲部队的作战能力。目前，586旅的战车部队主要装备 M60A3 战车，待完成引擎更换和射击控制系统升级后，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将大幅提升，而 M60A3 战车的服役年限也将得到显著延长。随着 M60A3 战车动力系统的全面升级，其核心控制系统也将同步进行现代化改造。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新的大脑系统将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研发，配备先进的热成像系统，确保战车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新系统整合了射击控制、炮控以及观瞄系统，形成了一个数字化的战场指挥网络，显著提升了战车的作战效率。同时，新系统还加入了激光预警功能，可以同时应对多个目标，并能应对未来战场上多变的威胁。此外，新系统还有效提升了射击精度，缩短了弹道计算时间，大大增强了战场生存能力。考虑到现有的液压炮塔在炮塔旋转和炮管升降速度上已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 M60A3 战车将在本次性能提升中，将液压炮塔替换为全电动炮塔。这一改进将使操作员能够更迅速地定位目标，并进行精准射击，大幅提高反应速度和打击能力。由于新系统对电力需求增加，原本的650安培发电机将被更换为1000安培以上的发电机，以支持多个系统和伺服器的运作。针对部分批评者认为 M60A3 无法有效应对敌方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集团军的两栖突击车，如 CT-05 型，有知情人士指出，尽管 M60A3 的设计已有30年历史，但经过中山科学研究院和军备局的性能提升，其105毫米主炮可发射多种类型的弹药，包括脱壳穿甲弹、高爆穿甲弹和高爆榴弹等，这使得敌方的两栖突击车难以突破其防御。此外，经过性能升级后的 M60A3 在侦察、目标锁定和任务计算速度等方面均优于敌方的两栖突击车，因此，尽管面对强敌，经过升级后的 M60A3 仍能有效防御，确保作战胜利。M60巴顿战车是美国陆军的第4代主力战车，也是巴顿系列的最后一代。其设计初衷是替代老旧的 M48巴顿战车。尽管 M60是巴顿系列的继承者，但其正式名称并未包含105毫米炮主力战车这一描述。自1962年起， M60战车便成为美国装甲部队的主力车型，广泛服役至1970年代。随着1980年代 M1战车的服役，M60逐渐被淘汰，但仍在多个国家服役。目前，台湾的主力战车为1990年代从美国购入的二手 M60A3 战车。这些战车在设计和性能上已不完全适应现代战场的需求。经过多年的讨论和评估，台湾终于决定对这些 M60战车进行升级改造。
台湾已批准预算，计划在2023年开始更换 M60A3 战车的引擎，并在2028年底前完成所有现代化的引擎和变速箱更换工作。尽管 M60战车在火力方面可能不再处于最前沿，但在训练和执行防御任务时，它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此外 ，M60战车的设计也为改造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在炮塔内部空间方面。作为美国首款主力战车 ，M60被誉为第4代巴顿系列战车，其设计继承了 M48巴顿战车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进，特别是在发动机和主炮的应用上。M47巴顿是巴顿系列的第2代战车，1950年代初期服役，而第3代 M48则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尤其是提高了炮塔的瞄准精度，使得其在1500米范围内的首发命中率达到50%。此外 ，M48的操作员人数由5人减至4人，炮塔采用了半球形设计，以增强防护能力。然而 ，M48仍然装备的是90毫米主炮，其火力在当时的中型战车中属于标准配置。面对1956年苏联推出的 T55战车，其装备的100毫米主炮超越了当时北约标准。为此，美国决定升级 M48战车，选择安装英国研制的105毫米 L7主炮。然而 ，L7炮的尺寸较大，无法直接适配 M48的车体，因此需要对车体进行重新设计。M60战车便是在 M60式 T95技术和 M48的基础上进行结合和创新，底盘和炮塔都经过重新设计和扩大。主炮采用的是68型105毫米火炮，这是基于美国授权生产的英国 L7炮，成为70年代北约标准的战车火炮，能够在1000米的距离上穿透120毫米的装甲。同时 ，M60还装备了62毫米同轴机枪和7毫米重型机枪，为战斗提供了更强的火力支持。到了1980年代初，美国陆军的主力战车已经更新换代为 M1，但美国海军陆战队仍继续使用老旧的N60坦克。尽管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有人担忧N60，特别是 M60A1型号，在与伊拉克的 T72坦克对抗时性能不足，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N60坦克却展现出了出色的战斗力。战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换装了 M1A1坦克，并将多余的N60坦克出售给了包括台湾、土耳其、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多个国家，使得N60坦克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台湾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购买了460辆二手N60坦克的改进型，即 M60A3坦克，并将传统的星光夜视系统升级为更先进的影像式夜视仪。此外，台湾还与通用动力公司合作生产了 C11勇虎式坦克，这是基于 M48坦克的衍生型号，也被称为 M48H 主力坦克。该坦克装备了 M60坦克的105毫米主炮，并配备了250毫米厚的炮塔正面装甲。虽然目前 C11坦克的105毫米主炮在面对装备有120毫米或105毫米某些新型号可能采用更大口径主炮的其他主战坦克时处于劣势，但它仍然能够与同样装备105毫米主炮的装备如15式轻型坦克进行有效对抗，并且在面对一般装甲车辆时具有明显优势。鉴于 M60和 C11坦克已经服役多年，台湾方面一直在探讨如何升级和延长其服役寿命。事实上，中山科学研究院在2016年已经启动了 M60A3坦克的性能提升评估计划。该计划包括更换为更先进的120毫米主炮，将引擎功率从750马力提升至1200马力，更新炮塔液压系统，改进弹道计算电脑以及引入自动装填系统等多项升级内容。然而，由于每辆坦克改造所需的预算高昂，该计划最终未能得到执行。台湾曾尝试为 M60A3坦克装配反应装甲，但由于增加的重量问题而未能实现。此次能够进行引擎更换，也是得益于波兰此前成功采用德国 MPU 引擎的案例。由于 N60和 C11坦克需要更换的引擎数量超过400台，再加上后续所需的零部件，制造商才决定重新开启生产线。尽管升级后的 M60A3和 C11坦克性能将得到一定提升，但与最新型的现代坦克相比，仍存在差距。台湾还为 M60A3坦克更新了火控系统，
一旦全部顺利完成，将适度提高 M60A3 和 C11坦克的整体战斗力，并显著延长这两款坦克的服役期限。因此 N60坦克作为在全球服役超过40年的经典型号，仍在战车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自从 M60战车问世以来，它经历了多个升级版本，首次升级的型号为 M60A1， 该版本主要改善了炮塔内部的布局，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并增加了红外夜视系统，进一步提升了主炮的可靠性。以色列是 M60战车的主要使用国之一，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虽然以色列军队的 M48和 M60战车表现出色，但也遭遇了大量损失。埃及军队的反坦克导弹摧毁了大量的巴顿系列战车。同时，以色列发现 M60战车的高压液压炮塔系统容易引发火灾，对受损战车带来极大风险。这一问题影响了后续坦克设计的改进。M60A3战车的尺寸为长6、95米，宽3、6米，总重量达50吨。它配备了 M1790系列柴油发动机，这是一款12缸风冷柴油引擎，采用了废气涡轮增压技术，能兼容多种燃料类型。从1971年起，该型号战车还增加了顶部空气动力系统，以进一步提升发动机的性能。M60A3在设计上加入了车体与动力传动系统的防火隔离板，增强了其防火能力。悬挂系统采用扭力杆式设计，配有3个负重轮和3个拖带轮。尽管 M60A3重达50吨，但凭借其750马力的发动机，它仍保持着较好的机动性。公路最高速度可达48公里每小时，越野速度约为19公里每小时，因此成为美军第一款具备较高机动性的重型主力战车。然而，和当前的新型战车相比， M60A3的机动性依然落后。例如，现役美军的 M12战车虽然超过60吨，但其公路速度可达67公里每小时，越野速度也能达到40公里每小时。M60A3配备了新的弹道计算机，并改进了炮系统，使其能够在移动中进行射击。此外，它还配备了与 M1战车相同的热成像夜视系统，增强了夜间作战能力。炮塔采用铸造设计，正面轮廓较窄，旨在降低被击中的几率。装甲最厚处可达到250毫米，而炮塔和车体的装甲厚度为110毫米。尽管 M60A3的防护能力较弱，一些国家通过加装反应装甲或更换为焊接复合装甲炮塔来提高其防护能力。以色列在 M60战车的改进和升级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技术水平。虽然埃及和约旦也对 M60A3进行了升级，主要集中在增强动力和配备中等反应装甲等方面，但以色列的改进则更加全面，充分结合了实战经验。以色列的 M60被称为 Maggage 系列，这些改进版的 M60战车不仅在以色列国内服役，还被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以色列陆军装甲部队的核心战力之一。Maggage 系列战车在多个中东战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叙利亚北部的战斗中。Maggage 战车成功击败了叙利亚的 T-72战车，为以色列军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以色列在 M60的基础上开发出了 Maggage 6型和 Maggage 7型，特别是在 Maggage 6型中加入了爆炸式反应装甲，能够有效防御苏联生产的反坦克导弹和 RPG-7火箭弹。然而，随着串联装药技术的进步， Maggage 7型不得不放弃了爆炸式反应装甲，转而采用复合装甲以增强防护能力。在 Maggage 7型的进一步改进中，还安装了功率达9000马力的 A1905B 发动机，更新了火控系统，并采用了卡瓦型履带。此外，以色列还根据 Maggage 系列开发了用于出口的萨博拉萨本主战坦克。这款坦克在炮塔和主炮上做了升级，炮塔采用了与德国豹2型相似的轻型装甲套，主炮也从105毫米升级为120毫米滑膛炮。台湾有机会通过以色列提供的升级包，对其 M60战车进行改造，并将其命名为 M60T。2023年7月，美国同意向台湾军售108辆 M60T 坦克及相关后勤支持。这批坦克预计将在2024年到达台湾。这项军购计划引发了广泛关注，外界对采购预算和台湾地理环境是否适合坦克作战提出质疑，认为购买 M1坦克可能是一种资源浪费。目前，台湾军方的2种主战坦克 M60A3TTS 和 C1型坦克总数超过900辆，尽管数量庞大，但这些坦克已服役超过20年，
且后勤维护方面存在问题，期间也没有进行重大升级。因此，台湾急需引进新一代主战坦克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地面威胁。此次采购的 M1坦克作为美军的主力装备，曾在多次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表现，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强大的战斗力。自2000年以来，台湾军方就一直计划从美国采购 M1坦克，经过多次波折后，终于迎来了这一新一代主战坦克的到来。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